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5月29号宣布，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是国防大学一个代表团，也就是说，董军不会去了。早已落马的中共海军上将苗华首次官宣严重违纪违法，一天之内，军方爆出2个惊人消息，这不能不让人猜测，军队高层是不是又出大事了？去年11月28号，官宣苗华涉及严重违纪，遭停职检查。据悉，苗华落马后陷入半疯，连续好几天不睡觉，奋笔书写举报信。有一次，他在一天之内就揭发了80多个高级军头。今年3月，传中共军方3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落马，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被抓，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被带走调查，前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去向不明。或许这次董军也难逃厄运。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苗华严重违纪早已耳闻，今天官宣苗华严重违纪违法，那就不一样了。他面对的将是李尚福同样的命运。如港媒《明报》今天所说，牢狱之灾可能是躲不过去了。港媒注意到，目前在中共国防部官网对中央军委委员的介绍中仍有苗华的名字，但苗华、刘振立、张生民等3名军委委员的头像已被删除，只能看到军委主席习近平及副主席张又侠和卫东的头像。苗华今年70岁，一度在从前的中共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长期服役，后来31集团军转到福建，当时习近平担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1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1政委。苗华和习近平有了工作交集，自然被看作习近平的军中亲信。时事评论员岳山表示，对苗华的处理从涉嫌严重违纪升级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像是挤牙膏一样，背后肯定涉及中共高层激烈内斗，说明最近流传的张又侠清洗习近平势力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期间肯定经过习的反扑。对苗华处理的升级，正是对习近平施压的升级，习近平很可能自身难保了。201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规定凡因干部带病提拔造成恶劣影响的，连续出现或大面积出现干部带病提拔情况的，要追究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按这个规定，苗华等一大批习自己提拔的将领出事，一定会冲击到习本人。现在有关4中全会习近平交权的传闻，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只是分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的问题。一句话，中共处在多事之秋，巨变可能就在1-2年内发生，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也认为，从爆料的情况来看，苗华的案子可能是升级了，严重了。现在只是说他是违纪，现在说的是违纪违法，就是说明背后的那个反击势力想把苗华的案子定条案作为铁案弄下来，这对习近平来讲当然是不利的。开始的时候只是说他是违纪嘛，可能就是习近平当时想把他保下来，从轻发落。现在的情况就是反击势力就是在苗华这个问题上就是已经升级了，就是已经脱离习近平的掌控了，就会被判刑啊也好，个人铁案也好，就是会冲击到习近平的权势。至于后续的话，可能就是他可能其他的人就是被牵扯出来，可能就是对习近平进行更大的冲击吧，可能会更加削弱他的权利。至于董军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丁律开说，这可能就是跟当前董军的地位比较微妙有关，他可能涉及到苗华的案子了，但是没把他拿下来，他可能就是直接交代了苗华的问题，就是把自己自保下来了。也就是说前一段时间他是安全落地了，但是将来能不能安全落地就是不一定了。中共考虑如果说是
将来把他拿下来了，现在又让人派他去香格里拉，就是面子上去过不去，所以就不派国防部长去了。这个应该是跟他目前那个处境有关。如今习近平军中亲信几近团灭，何卫东不久前传出已走的消息，中共一向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军中亲信尽失，习近平在党内威望可想而知。资深媒体人、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高级编辑和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也注意到习近平的异常表现。官媒新华社5月19号的报道说，习近平强调“15+5”规划编制工作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中泽克二指出，这些话在国内外引发政治震动，因为这与胡锦涛在2012年11月中共18大报告中的一句著名表述完全呼应。胡锦涛最后一次以总书记身份发表的报告中就说，我们要继续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中泽科尔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胡锦涛可以说把将最后的嘱托留给了在大会上接任总书记的习近平。13年过去了，这个嘱托似乎来自一个平行世界，与当下的习近平各走各的。令人惊奇的是，今年4月30号，习近平在上海就“15+5”规划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罕见提到胡锦涛的那番话。此后近3周，习近平关于科学民主和依法制定政策的呼吁被大规模正式报道。5月19号，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习近平就“15+5”规划做出的重要指示，但并未说明具体日期。第二天，党媒《人民日报》将习近平的指示作为头版头条刊出。中泽克二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主要媒体推迟报道这项指示的真正原因。习近平为什么要引用胡锦涛卸任前的最后话语？是不是党内政治格局出现了变化，习近平不得不这样做呢？中泽克二认为，中南海将朝向哪个方向走，现在还要观察。但习近平借用胡锦涛最后话语发出重要指示，表明2025年会成为中国政治未来的关键转折点，这是没有疑问的。中共面临崩解的巨大困局，却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外军事扩张。路透5月28号的独家报道显示，在台湾、日本、菲律宾附近海域，中共的海军海警舰艇数量增多，引发各界忧虑。共军航母辽宁舰最近穿过日本南部岛屿附近，又在台湾东南外海出现，而中共最先进的轰6长城轰炸机时隔5年部署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北京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是试图对第一岛链施加压力，这是不是与周六举行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有关呢？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动身前往新加坡，他在登机前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寻求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共政权，但我们会进行威慑，我们将坚定维护我们的利益，这也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苗华的升级处理可能会引出中共军方高层更多震荡，不知下一个走了的或被抓的还有谁。习近平权力也在动摇之中，自身难保，中国经济更是跌到谷底，中国年轻人普遍躺平摆烂，不再为别人的梦想榨干自己。中南海风雨飘摇，还能撑多久呢？你又是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